海南封关以后，海南加香港的双公司架构一定会是未来很多想出海公司的标准动作。我给你拆解一下这里面的原因，这也是我们社区几家企业实战出来的经验。如果你自己想出海，或者已经在做出海，不妨花几分钟听完，你将会清晰地了解到如何用海南加香港双公司架构大幅降低你的出海成本。现在大家做出海，不管是做电商、直播还是内容，出海路上总绕不开几个头疼的事：用人贵、税负重、海外收款不通畅、合规有风险。而这个双架构呢，就是针对这些痛点一环扣一环设计的。首先，怎么解决人贵和税高的问题？你可以把运营团队、直播基地、视频制作全都放在海南，这里有2个实打实的好处。第一，税是真的低。在海南符合条件的个人，包括核心员工和你自己，个人所得税最高封顶15%，给员工开高薪，他到手多，你负担轻，自己作为老板的也能享受到，这个好处非常直接。你看，每年国庆后到次年3月份那段时间，好多网红主播都往海南跑，为啥呢？一边避寒，一边还能省税，顺便直播带个货，还比较划算。第二，组建跨境团队很省钱，在海南招人、租办公室成本比香港、上海这些地方友好得多。举个具体的例子吧，现在做跨境电商或短视频都知道，用外国主播出镜，海外的流量就是好，出单效率也高。在海南招他们，优势就比较明显。海南现在是对86个国家免签，他们过来比较方便，办工签也顺。我们实测工签1周以内都可以搞定，最长可达1年。而且他们在海南的生活成本呢，远低于国内一线城市，这意味着你付同样的工资，他们的满意度更高，你的综合用人成本反而更低。至于中后台的运营、编导，用我们国内自己培养的人才，能力扎实，性价比高，所以国内运营加外国主播的这个组合放在海南，成本可控，也容易落地。但是只有海南这个大本营还不够，你的声音在海外，钱也得从海外来，这就需要第2个关键角色——香港公司。它可以解决收钱难和合规的问题。香港公司就像你在海外的前台和收款台，它的核心作用是许多业务对大陆实体有限制，对香港公司却是开放的。比如你可以使用香港公司与油管、TikTok、亚马逊和海外品牌签约并收款。此外，很多在大陆开展具体业务存在的不方便情况，在香港则毫无障碍。比如注册谷歌，我们实测使用香港手机号码申请，无需复杂验证，秒通过。那么海南公司和香港公司怎么才能合规的变成一家人，并让整个流程合法顺畅？这里就需要提到一个关键的动作，ODI 境外投资备案。简单的说，就是你的海南公司作为母公司，向国家申请一个公司签证，证明你去香港投资设立公司是用于正经经营的。拿到这个批文以后呢，你就能合法的用海南公司的钱在香港成立子公司了。有个重要的信息是，在别的地方办 ODI 可能会慢，很多人说至少要3个月，那是因为在其他地方 ODI 算是特色业务，但是在海南这是鼓励的基础业务，流程已经标准化，我们自己实测1个月以内就可以办完。把这2地用 ODI 合规的链接起来以后，整个盘面就活了，还能产生额外的优势。第一，资金调动顺畅，你的香港公司和海南公司之间可以开设像内部户一样便捷的 EF 账户，资金需要临时从香港调回海南支持运营时非常方便，体验和国内没有两样。第二，有税务的优化空间。通过合理的业务模式设计，你的香港公司可以向香港税务局申请离岸基因豁免，相关利润无需缴纳香港利得税。第三，隐藏的税收福利，用海南公司投资香港公司，未来香港公司赚取的利润，在分红回海南母公司时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这又省下了一大块。另外，这里你还可以顺便提一下，做跨境电商的朋友应该最头疼的就是去年电商新规导致的合规与税务报关成本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了。这里还有个特别的现实的解法，比如面对9110、9810等跨境电商报关模式还不成熟，以及平台向税局报送收入的合规压力，一个很成熟的做法是用内地公司走最传统、最通用的0110的一般贸易模式，再用香港公司来协议控制境内的店铺运营。这个模式呢，它可以同时解决店群报关和成本票的痛点。而如果内地公司放在海南，还能享受资金便利与海南的各种税收优惠。所以整套逻辑串下来就是下面这张图，它最终解决的就是出海时最让人头疼的人贵、税高、钱回来了，合规有风险。